如果各位只是想吃到 Quicksilver 的刷卡獎勵，那麼一句話就可以介紹完了，所有消費都是 1.5% 的 cashback。介紹完畢。但是對於使用 ITIN 來開啟美國信用卡之旅的人來說，這張卡的意義遠遠超過了那 1.5% 的 cashback。今天這支影片，我除了會分享 Quicksilver 這張卡的2年的使用心得之外，也會跟大家分享我對 Capital One 的一些觀察和體會，包括 Capital One 最近2年的變化，還有 Product Change 的經驗，在海外把信用卡加入 Apple Pay 會遇到的一些問題，以及我認為 Capital One 對 ITIN 玩家的態度有了怎麼樣的轉變。時間回到2024年，2024年的7月，我成功申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張美國信用卡。年費$39的 Quicksilver One， 當時 Capital One 願意批卡給我的，包括有需要交押金、沒有年費，但是也沒有刷卡獎勵的 Platinum， 以及這張不需要交押金、有刷卡獎勵，但是年費$39的 Quicksilver One。我當時選擇了 Quicksilver One。很多新來的觀眾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Quicksilver One， 因為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Quicksilver。我不知道現在 Capital One 批給信用卡新人的時候，還會不會再提供 Quicksilver One。無論是 Quicksilver 還是 Quicksilver One， 這2張卡的刷卡獎勵都是完全一樣的，都是所有消費都是 1.5% 的 cashback。最大的區別就是 Quicksilver One 有$39的年費，而 Quicksilver 就沒有年費。很多人第一次接觸 Capital One 的時候，都會被它的卡片的命名規則搞得有點混亂。Capital One 喜歡在卡片名稱後面加上一個 One， 像是 Quicksilver One、Saver One、Venture One。不少人會以為名字多了一個 One， 是不是就代表比較新或者比較高級？但實際上恰好相反，在 Capital One 的產品線裡面 ，One 通常代表是比較入門、申請門檻比較低的版本。當卡片使用了1年多之後，我就對卡片進行了 Product Change。我當時還把我的經歷寫成了一篇 YouTube Post， 如圖所示。所謂 Product Change， 就是把同一家銀行的一張信用卡更換成另一張信用卡，而不是重新申請一張新的信用卡。最大的好處就是 Product Change 一般都不會觸發 Hard Pull， 信用歷史可以延續，卡號也是不會變的，只是卡片本身升級為另一個產品。我的 Product Change 過程非常順利，升級到了 Quicksilver 之後，刷卡獎勵沒有任何變化，但是不用再繳$39的年費了。Capital One 雖然不像有些銀行那樣一開始就給你非常高的信用額度，但是他願意給很多剛開始建立信用的人一個踏進美國信用體系的機會。當然，我也必須提醒大家 ，Capital One 今天依然接受 ITIN 申請，但是我認為和2年前相比，整體的難度已經提升了非常多。後面我也會花一些時間來介紹。接下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這2年使用 Quicksilver 或者說使用 Capital One 最大的體會。首先，第一個 ，Capital One 所有信用卡都沒有海外交易手續費。很多無年費的美國信用卡會收 3% 左右的海外交易手續費，但是 Capital One 的所有卡，注意我說的是所有卡，無論是 Credit 還是 Debit 都沒有海外交易手續費，這一點非常良心。也就是說 ，Quicksilver 1.5% 的 cashback， 無論在哪裡刷都是 1.5%。Capital One 不會事後向你收海外交易手續費。接下來，我想聊一個很多海外使用者都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那就是把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加入 Apple Pay。這個問題也困擾了我很久，我大概是在卡片獲批之後的半年，才成功把卡片添加到 Apple Pay 的。如果你人是在美國，那麼把卡片添加到 Apple Pay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如果你是在海外，情況就沒有那麼簡單了。我試過不少的 VPN， 後來才知道這些工具的美國線路都是機房的 IP， 不但登入 Capital One 的時候會被強制要求進行2步驗證，而且都無法成功把卡片添加到 Apple Pay。後來我是在 IP Royal 買了美國的住宅 IP， 最後才順利完成了加入 Apple Pay 的流程。如果你也遇到同樣的問題，請看我這一期影片。當然，我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 Capital One 公開規定必須使用美國的住宅 IP， 也不是所有人都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接下來就是我對這張卡不太滿意的地方。我剛核卡的時候，信用額度只有$500，一直到今天，整整2年過去了，目前這張卡的信用額度只是從$500增加到了$600，也就是說2年的時間總共只增加了$100。問題是我現在的信用分早就從原來的600多分漲到了740多分。這2年來我從來沒有逾期，每一期賬單都是全額繳清，但是信用額度的成長速度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我也曾多次向 Capital One 主動提出了提升額度的請求，結果每次都被拒絕。也就是說，我目前的賬戶還停留在大家俗稱的 bucketing， 也就是分桶機制的比較低的層級。所謂的 bucketing 其實並不是 Capital One 官方公開承認的一套機制，而是長期以來美國信用卡社群裡面根據大量的使用者的實際案例整理出來的一套說法。簡單來說，就是銀行可能會根據開戶時的整體的風控評估，把不同的客戶放在不同的風險等級。
不同層級的客戶在後續的信用卡額度提升、產品升級都有可能會遇到不同的待遇。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Capital One 內部的真正模型。但是從大量的實際案例來看，確實有不少使用者，即使後續的信用表現一直非常好，但是信用額度依然很難提升。目前社群裡面比較常見的一種說法，就是必須讓銀行重新認識你的用卡習慣，例如提高卡片的信用額度利用率，讓銀行看到你真的需要更高的信用額度。但是這裡我也想提醒大家，如果長時間維持很高的信用額度利用率，反而會對信用分造成不利的影響。我現在也接受了這個低額度的事實，反正我現在的主力卡也不是這張卡，影響也不會很大。這並不代表 Quicksilver 這張卡沒有價值，這張卡的價值現在才真正開始。很多剛開始接觸美國信用卡的人都會把注意力放在開卡禮、刷卡獎勵，或者是年費值不值。這些當然很重要，但是還有一樣東西比開卡禮更重要的，就是信用歷史。信用歷史是沒有辦法花錢去買的，也沒有辦法一夜之間建立，它唯一的積累方式就是時間。這張 Quicksilver 已經陪伴我走過了2年的信用歷史，只要我不關掉這張卡，它就會一直默默累積我的信用歷史長度。更何況關掉自己的第一張美國信用卡，對美國信用歷史時長來說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我現在很少拿它出來刷，我也沒有完全考慮把它關掉，因為對我來說，它的最大功能早就不是提供 1.5% 的 cashback， 而是替我持續累積信用歷史。如果時間重新回到2024年，沒有任何的美國信用歷史，一切都重新開始，我還會不會申請 Quicksilver One 這張卡呢？我的答案是會，我還是會把它當成我的美國信用卡之旅的第一站。對2年前的我來說， Capital One 願意接受我，願意給我第一張信用卡，讓我開始建立自己的美國信用歷史，光是這一點我就非常滿意了。但是如果今天還有人問我，2026年我還會不會推薦 ITIN 玩家申請 Capital One， 我的答案就沒有剛剛那麼簡單了。我會認為依然值得一試，但是我會加一個前提條件，因為現在的 Capital One 已經不是2年前的情況了。它雖然依然接受 ITIN 申請，但是整體的風控比以前嚴格了非常非常多。如果是現在才準備上車的朋友，請做好心理準備，在申請的過程中，千萬不要再用轉運地址來申請。同時 Capital One 也完全有可能在你提交申請之後，再次要求你提供美國的駕照或者水電賬單作為地址證明。已經在車上的卡友就暫時不用擔心這些了。最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開發，也是我自己在用的 eSIM。我現在登入美國的銀行、美国的信用卡賬戶、PayPal、Stripe 或者是其他的海外服務，已經不像剛開始建立賬戶時候那樣長時間維持高成本的美國住宅 IP 了。因為我的賬戶大多都已經進入了相對穩定的階段，我後來把更多的使用情景改成了可以全球漫遊的 eSIM。如果你也有跨境上網、海外旅遊或者日常需要使用海外網絡的需求，歡迎到我的 eSIM 網站看一看，全站所有 eSIM 產品都可以使用折扣碼 KATED-VIP 就能享有8折的優惠。網站的網址、折扣碼以及卡片的邀請鏈接我都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欄內。